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 DOTA 2新手决视频啊！咱们今天来讲迪法师啊。这时候有同学就说了，老师，不是迪法师下水道英雄吗？怎么讲他呀？讲他干嘛？不讲点强的啊？这个俗话说一代版本一代神是吧？然后这个版本就有一个特别强势的英雄，就咱们上期讲的这个美杜莎啊，它其实是受益于那个紫对剑嘛，咱们上期说过。然后那个紫对剑有25%的那个魔法损耗降低。使得那个降低的那个魔法损耗可以应用到魔法盾中去啊，可以，所以说它是那个打到后期呈现以后就巨肉无比，根本处理不了啊。然后，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请出一个专打美杜莎的人了啊，迪法师啊，你别管他平常强势不强势，每当美杜莎强势的时候啊，然后迪法师你就必须会啊，就是这个道理对吧？你别管他平时怎么样，但是美杜莎强的时候你必须会迪法师啊，他是专打美杜莎的一个天克型的英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迪法师啊，他不管是打什么现在流行的法系，还是打传统的物理系美杜莎，都一样，因为他只要把那个美杜莎的蓝打空了啊，然后那个美杜莎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咱们今天就讲迪法师啊，然后这场虽然说打的不是美杜莎那个对抗迪法师啊，因为那个太碾压了是吧？然后但是你得会啊，就咱们说的，你得会，你得知道迪法师这个英雄怎么打，到时候碰上了啊，你选出来了，那么就一定能打出优势啊。所以说咱们今天来讲一下迪法师这个英雄。好，这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亚托肉打的这个迪法师的第一视角，然后夜眼方1号位美杜莎，中单是个哈斯卡吧，3号位是个兽是吧？牛头跟海绵是一个双酱油，这个阵容有点感觉有点五进战的感觉是吧？然后对面的阵容大哥水人，然后中单是个土猫吧，中单土猫，然后3号位是个伐木机，4、5是发条跟那个屠夫啊，就这么着了。迪法师，咱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版本的迪法师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先说命石啊，命石2个，一个叫做法力渴望，一个就是过去那个盾，就是现在这个盾，它是只能抵挡技能了。你们看没？就是开这个反魔法壳啊，然后呢抵挡所有指向性技能。而在过去或者说很多的之前的老版本，它是什么？抵挡并且反弹。另外一个命石其实就是老版的这个法术反制，就是既能抵消又能反弹啊。带上那个命石就是这样子，不带那个命石就不反弹了。好蠢，就说是就是加了一个命石跟过去没加一样啊，这个有点蠢，所以说基本上没人带那个，而且用的不大。现在都带这个，就是法力渴望，意思就是说是。你在攻击敌人的时候，敌人的法力值越低，越会给你加这个攻击力啊。然后，攻击力上限能加到20、45、70，也就是当你这个升到满级的时候，然后你的这个法力渴望在敌人魔法非常低的时候，最高能加70点攻击力啊，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很简单啊。就是敌人蓝越低，你的那个攻击力就越高啊，这个非常契合迪法师，所以说基本上都带这个。然后先天命石啊，绝人之路，就是敌人的魔法越少，你去 A 它的时候就会造成减速啊，最高能造成50%的减速，40%啊，40%的减速。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很厉害，你可以追着敌人一直 A 啊，相当于自带冰眼是吧？这个还是非常屌的。剩下的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然后那个讲一下那个魔晶跟这个 A 杖吧，魔晶跟 A 杖就是稍微的有点小改动。哎，不对，这是辅助5号位哈斯卡呀，行吧，5号位哈斯卡中单牛头啊，行了，那个刚才就是瞄了一眼，想当然了啊。OK， 然后咱们来说这个魔晶这个基本上出的很少，就是说是多了一个新的法术反制，这个本来是只能给自己反嘛，然后你出了魔晶之后又多了一个法术反制，那个是可以给队友上的啊，可以在关键时刻让队友也可以那个反弹那个敌人的技能啊，那个其实就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哎呦，这人屠夫又是一个勾，虽然说杀了这个配合哈斯卡是烫死了那个谁，烫死了你看这个就靠绝人之路那个减速，发条走不动了是吧？虽然说刚开始是配合哈斯卡烫死了伐木机，但是屠夫过来了一个勾啊，然后呢勾到了迪法师，跟迪法师打了一波互换啊，上路2换2，就这么着吧。迪法师前期对线的时候，不能说强啊，然后也不是特别弱，因为他是有一定的对线消耗能力的。简单来说就是你能把对方的人打成超级兵嘛，对吧？你跟对方不停的消耗，互相 A 上几轮，尤其是打那些比较笨重的力量英雄，他蓝本来就少，然后你把他的蓝打空了，他就变成超级兵了嘛。所以说一个英雄没有蓝了，只剩平 A 了，那么你跟他对线的时候，这个优势就大很多，大概是这么一个理解吧。所以说迪法师对线强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他没有什么爆发性技能，属于一种在漫长的消耗的过程中越打越有优势的那种感觉啊。而这个魔晶出的一般不多，就是因为
很麻烦操作起来，关键是，然后收益也不是很高，对吧？大哥花1400块钱跳过去给队友套盾，打个反手，或者说是这个对于操作跟反应要求太高了，你那个做不来就别出了，然后 A 杖是有个改动啊，就是说 A 杖过去不是说是可以放幻象嘛，现在不是了，是跳过去之后，注意是跳过去之后，就用2技能跳了之后。5秒内的下一次法力损毁将额外燃烧20%最大魔法值，这个非常的厉害啊！就一刀能把对方的那个蓝一下子砍掉一大管，哇，这个好强！而且在那个就是6秒钟的持续时间内，可以使得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自然回蓝跟主动回蓝，就比如对方点秘法鞋，队友点秘法鞋啊，他的自身回魔都是没有用的，就是把魔法回蓝锁住了。而且还可以使闪烁的这个冷却技能，冷却时间减少1秒。这个版本的 A 杖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然后配合那个分身斧，可以迅速的把敌人的那个蓝量直接打空，然后这个打空了，等于说你的大招的爆发就高了嘛。毕竟大招是根据那个，大招是根据对方的蓝量来算伤害的嘛。所以说你有了 A 杖之后，跳过去配合分身斧，很快那个蓝量一下就打空了，第一刀砰一下就掉一大截子啊，可以说是一个，而且最重要的它还能减1秒的这个闪烁冷却时间啊。所以说 A 杖在游戏中后期开始啊是可以出的，但是前中期毕竟还是那老3样啊，就是什么狂战就是假腿狂战分身啊，是吧？就这老几样是不会变的，所以说前期还是注重刷前一带线，到了中后期了，有一定作战正面的作战能力了，出一个 A 杖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那种锦上添花的那种装备啊，就是这种感觉。好了，剩下的就没什么说的了，打到哪儿讲到哪儿吧啊。所以说，一般如果你要用美杜莎的话，就把迪瓦什办掉啊，就把迪瓦什办掉。但是如果你一旦选出来了啊，对上美杜莎了，那大概率就赢了。因为迪瓦什他其实你不要，就是还是那句话，新手不要总看比赛或者看高端局来定义低端局的比赛。就是在高端局，为什么迪法师这个英雄的那个胜率或者出场率低呢？就是他在对不上美杜莎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启动比较慢的英雄。然后你像咱们之前讲的剑圣啊、什么美杜莎呀这些英雄，他第一他都有一个天然的，就是打钱能力，是吧？你像剑圣，我拉一波兵，囤点野，把兵拉的野地啊，一个剑人风暴一转，是吧？兵加野地全部被转死，是吧？就在我出第一件打钱装之前，我就已经有打钱能力了。然后再出第2件，出个小雷锤，那就是刷的快加快啊，而且还能提升战力，就是启动快，然后自身的战力也不低。而迪法师是一个启动较慢的英雄，就别人已经能打了，你还在说，哎，我再刷一会儿啊，队友给我拖10分钟，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不是那种快节奏的比赛，愿意选的。所以说越是高端的局，迪法师在传统的对抗里面，就是不是对上美杜莎那种啊，不是传统的对抗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劣势的啊。但是低端局它就不一样了，低端局本来节奏就快不到哪儿去，你别幻想着你打个什么卫士传奇打的就能跟比赛局一样，没有那么快的节奏，是吧？然后你该刷该怎么刷就怎么刷啊！刚才的原地跳那一下是为了躲那个塔的那个弹道攻击那个伤害啊，那一跳是能把一些弹道轨迹的伤害给躲掉的啊。所以说在节奏比较慢、对线强度比较低的那种局里面，迪法师是有发育环境的，一旦发育起来了，其实还是很猛的。哎呦，这个屠夫勾的真准啊！哇，牛逼！这个上来上楼一下来了4个人，我服了。就为了抓亚托的迪法，一下来4个，然后屠夫也是勾的准，匍匐众望啊。然后在迪法师跳了之后，精准的勾到了，拉回来杀掉了。好，他现在出了一个这个腐蚀之桥啊，这个东西俗称小冰眼是吧？跟迪法师还是蛮契合的。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偏进攻型的一个装备。首先它是加3护甲跟25攻速，对吧？这个攻速加了以后，其实可以代替过去的那个系带啊，你就这么理解就行，它可以代替过去的系带。然后并且 A 敌人的时候能降低敌人的治疗啊，然后并且使得它的移动速度也能降低13%，配合这个绝人之路那个先天技能，几乎可以打的敌人动不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好，这波迪法师是复活之后一波中路的小团战，迪法师直接踢中啊，然后配合队友，然后一个大招啊，把对方蓝砍空了，一个大招打出了不俗的一个伤害。这个大招的范围还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大招范围500，哎，一个500的范围的一个 AOE， 但是呢，就说只有那个，哎，其实伤害是固定的，就是你打的那个主目标是弹多少反多少蓝的伤害，然后其他的次目标也是受到同样的伤害啊，跟次目标跟他的蓝是没关系的，就是看那个主目标打多少血。
好，所以说现在有了这个腐蚀之球之后，就可以代替，你就理解就是代替过去携带的，然后再配合绝人之路啊 ，A 人的时候其实1打1的时候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也是迪法师对线刚才说不弱的一个点啊。这2件小装备啊配合起来，一旦有优势了，你追着对方砍，对方跑不了，而且你有2技能闪烁，你可以一直追着对方砍，对吧？这个还是很强的。好，然后第一件还是先出狂战斧，然后这2个系带建议现在这个版本不要合东西了，它的性价比。其实就是有点低的。过去大家合系带和那个，合系带和护腕，就是为了20多分钟的那个一个翻倍啊。现在没有翻倍了，那就最好不要选。又打起来了，这边是直接踢过来了，但是呢，对面有4个人打谁？水人的已经打空了，一个大招打出了不错的 AOE 输出，过来砍屠夫，哎，插一刀，屠夫吃了个魔棒秀了一手，然后这个时候土猫滚过来加发条这个框打的迪法师半天动不了，迪法师一直对刚啊，非常的刚猛。啊！跳走，哇！一丝血，50滴血，小心点，不要被什么土猫一脚石头踢死了。好，过来 K 个头，漂亮，非常精准啊！好，这波打完了，一波非常精彩的一个7、8级的一个迪法师的一个切入。一开始落地的时候，一个大招打到了残蓝的水人上啊，那个打出了不错的 AOE 爆发。哎呦，这个屠夫飞钩差点勾到了。然后后来是那个在哈斯卡跟土猫拼的剩残血的时候跳过来 K 了一个头啊，这2波参战其实都不错啊，然后都拿到人头了，然后获得了不俗的经济优势。但是你们在平常玩的时候一定要斟酌好，就是说，哎呦这个差点屠夫5级下锁了，感觉要是6级屠夫人就没了。这边土猫也在啊，打得好凶啊！他看见了一个残蓝的伐木机，他应该是想跳过去给伐木机放大招的，但是伐木机应该也意识到了，就说往后拉扯了一下，回一会儿蓝才过来。好，这边又吃了一个魔棒，哎，吃了一个魔棒加奶酪，好像是不想吃那个伤害，过来2刀一个大招，哇，弹了巨高的伤害，直接伐木机被秒，然后发条也被打残血。但是旁边盯了个土猫，这个跳过来有点危险，哎，大哥哎呀，牛头过来了，就打土猫吧，发条不追了。好，然后你看，在这个有了这个法尔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魔法抗性还是蛮高的。你1级法尔反制就能获得40%的最优的魔法抗性，但是这个技能前期别点啊，对线的时候你就1、2对点就行了。2级法力损毁，把闪烁点满，闪烁点满你就理解为它这闪烁就是迪法师前期的另类的打钱技能吧，因为它可以让你在兵线跟野地之间无缝切换。哎，对，就省去了别人用脚走路的垃圾时间。你 A 点打完直接跳 B 点 ，B 点打完跳兵线 ，B 线打完跳 A 点，对吧？就像来回在兵线野地之间来回切换，就是省去垃圾时间，变相的就加快打钱速度了。然后有了狂战斧之后，更是需要这个，哇，这个地方这个突钩这么准吗？啊，再给个减速，要不要切个智力腿？要不要切个智力腿？智力腿，好，切智力腿跳走啊。发条导弹，真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刚才是吃了一个土猫的那个大招啊，有个持续伤害，然后配合发条导弹也是炸死了。你看，这就是顶分局的一个问题，就是顶分局它总会在前期打架打得很凶，是吧？这个时候迪法师的这个威力就远远不如那些强势的英雄了。你别管是什么剑圣啊、直升飞机啊，对吧？然后还是什么美杜莎呀，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战斗力肯定是要比那个肯定是要比那个迪法师要强一些的。好，迪法师再过来，要不要直接交大？等一会儿他的这个变猪结束了。好，砍一刀，这时候水人已经不能播了，但是水人在转力量，没办法，水人的这个属性还是很肉的。不过这几波打团战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亏，是吧？都是拿到人头了，所以说他的这个经济还是能够接受的，大约在14分钟左右，还是能把那个狂战斧打出来的啊。然后作为普通的玩家，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打钱吧啊，老老实实打钱。就除非真的是有那种收割局了，你再过来收人头，不然的话，最好不要像他这么一直参战啊。你参战两波死了，其实很崩的。然后他身上带着这个圆环树枝啊，那个一会儿狂战斧一盒，什么乱七八糟的配件都就都缩在一起了，能省很多的格子，把它拖上来就行了。
好，这边他看了一下，感觉这波是打不赢了，因为一开始减员减的比较多，并不打算去了，而且现在是狂战斧的关键时期，就差个卷轴了，是吧？就别浪了，赶紧把这个卷轴打出来。而且这个防御塔剩一丝血，他肯定是想跳过去把这个防御塔打掉的。好，然后这边是队友3人阵亡，他是把狂战斧拿到手了，也是能接受的。好，14分钟获得狂战斧。这边他有大招，但是有大招的话，你打水人也打不掉，而且水人旁边有很多队友。这边是波过了，开个壳。这边哈斯卡跳脸，屠夫一勾，又勾到迪法师了。哎呦，还死就死了吧，这波死就死了，这波就是狂战斧好了。这个丫头也是打的，能看出来也打得很开心，是吧？一直在干架。冻水人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一个选择，那个家伙实在是太肉了，前期啊，跟美杜莎一样肉。哎，不过这波好像还是能接受的，因为第一迪法师他死了没掉钱，这是最重要的。你打大哥不怕死，就怕死了以后卡关键装备的节奏，哎，对吧？迪法师这波虽然说死了，但是呢，第一狂战斧没掉，第二还配合队友打了一波对方一波小团灭，哎，那这个其实就能接受了。好，有了狂战斧之后呢，就进入到了迪法师刷钱的黄金期了。然后加点的话，你看就像他这么加是吧？然后就是前期主2技能嘛，1技能加2级就行了，前期主2。然后这个盾什么时候去打架了再点，其实对线的时候甚至可以不用点它，因为没有太多的意义啊。然后之后就是负1啊，最后再把3技能点满就行了，大招有大加大完事儿了啊。哎呦，把这个勾到野怪，走了。来看天赋。天赋它是加了3生命恢复啊，这个跟200虚空范围其实你可以理解，因为3生命恢复的话，它是打一个续航嘛，打一个续航，然后加那个200大招范围的话，那明显就是要去打架了。而这个就比较尴尬，就是虽然说10级的时候你可以加那个200大招范围，但是它一般来说都是在优势局才会加的。然后而且你加了的话，你就得去不停的打架放那个大招，是吧？你不放那个大招的话。其实怎么说，你那个天赋就浪费了嘛。而且啊，这个天赋意义不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大招本来范围就很大了，已经有500了，老大一个圈了。这个再加200，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一般来说够用了，它加个3生命恢复，能保证它在打野的时候，比如说你打一些远古，经常清远古，2组远古来回清，能保证你血量一直是满。配合狂战斧的这个自身回血啊，这个基础回血量就已经很高了。你看这个基础回血量，对吧？就已经非常舒服了。然后15级的时候点那个加1%的最大法力损毁值，肯定是加这个的，因为那个绝人之路加15%减速意义不大。基本上配合前期这个腐蚀之球加普通的绝人之路，敌人就已经走不动路了，没有必要再要求什么走不动的基础上再让你走得慢一点，那个就意义不大了。然后所以说15级加右侧，20级的话，这个法力虚空眩晕加0.7秒和0.2法力虚空伤害系数，这两个都很厉害啊，这两个都很厉害。然后咱们来分别讲一下这两个天赋，就是法力虚空那个眩晕，本来这个技能是0.3秒的眩晕时间嘛，对吧？加了那个之后呢，就变成了1秒钟了。而且这个1秒不光是主目标是1秒，它是整个范围内的所有的敌人都是1秒钟眩晕，相当于就是一个小的王马大，你就这么理解或者潮汐大啊。因为它这个范围本来就很大，你一个大招炸过去，砰一下，所有人都被晕1秒，是一个大团控啊，这个就很厉害。然后右边的话就是加0.2法力虚空伤害系数，从1.1变成1.3了。如果对面有那种就是非常高蓝的英雄，就比如说像什么美杜莎呀或者黑鸟之类的啊，这种蓝量很多的英雄，点那个也可以啊。又20级的这两个天赋都很好用啊，都厉害。然后这个就这么一回事儿。然后25级的话，200闪烁突袭距离跟法力虚空冷却这两个天赋也都很好。一个是加切入的，如果对方有一些后排的酱油，哎，就比如说对方有什么暗幕啊，哎，类似神语者呀，哎，你理解吧？就这种团战必须要切的酱油，那么你加那个200闪烁距离。加那个200闪烁距离啊，那个就可以很轻松的清掉对方的后排酱油。如果像这一局的话，它是可以加这个50法力虚空冷却的，因为对面都是肉人啊，都往你脸上顶，你不需要那200跳到对方的超后排去，你就加左侧啊，这个就是看阵容来定的。
刚才迪法师又是身先士卒啊，一人跳进去开着这个魔法盾，然后去顶着屠夫脸想打屠夫。不过这个时候其实就很烦嘛，因为你开盾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内你是不能咬他的，1.2秒的，你要被迪法师白打1.2秒。然后打完了以后，屠夫也是卡着那个时间咬了迪法师，对方一轮起火。这个就是大哥的屁股就是最好的团控，是吧？对方所有人跟疯狗一样的冲上来啊，然后打迪法师，然后队友是打了一波收割啊，迪法师死了1换4啊，不亏啊，不亏。因为毕竟迪法师补清剂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现在24比25，双方咬的也是很紧，就是能看出来亚特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是尽可能的在前期多打架帮助队友，因为他也知道迪法师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今的版本就是在装备成型之前的战力实在是太弱了啊，所以说他也是尽可能在帮队友不要让局势崩掉，也是很有效果的。你看，打到24比26，还领先2000。好，对面有个水人变了，这边己方的牛头。哎，这边海绵2秒，哇，是过来一个大招，他配合大招把这个水人秒了，收了对方大哥的人头，那就很赚了啊。好，这个牛逼啊！你看他是在这个土猫没有滚之前他不跳，因为他知道如果跳了土猫再滚，大概率能滚走，所以他是等着那个土猫刚做出滚的动作的时候，直接跳到他的面前1点的距离，正好把那个滚的这个动作给打断了。这一波是完美收割，进场大招先秒水人，然后靠着这个闪烁一波进来收一个头，一波进来收一个头，一波打了一波4杀，这波4杀拿完了啊，直接分身符就好了，非常的肥。好，下一件他是准备直接走 A 仗，并不是先走个晕锤啊，因为一般迪法师都喜欢整个晕锤，有个小晕锤的时候，你跳过来运气好了打晕了啊，那这个直接就配合大招的那个打晕，其实能打出很高的一个伤害，因为大招如果你加左侧这个0.7秒法律虚空眩晕，相当于晕1秒。啊，一般来说就是你跳过来，啪一个晕锤打晕了，然后再配合大招再打晕，那个人会被你站在原地白打2、3秒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这局是先选择了出这个 A 杖啊，咱们来看一下新版 A 杖的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跳过去的第一刀就能把对方一大格的蓝打掉啊，然后这个闪烁的那个 CD 也短，可以一直跳。啊，这时候迪法师放了一个幻象啊，那个分身符的幻象去顶一下线。但是发条那个精准的感觉到了啊，迪法师在下路出现了，但是又看不见人，大概率打盾了，先炸一下，但是这边打得非常快啊。好，打完盾，迪法师带盾，然后来到上路继续带线。那迪法师其实说实话，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一个偏带球的英雄。就是如果你们觉得局势他是一个适应性很好的一个大哥，你们要记住，就是适应性非常好的一个大哥。优势局可以追着对方打，然后劣势局呢可以无脑带线啊，把这个游戏打成带球，就是把兵线压到对方塔前，对方得来守吧，对方一守你就跑，然后换路继续带啊，然后靠这个推线，然后推塔逼对方回防，然后拆散对方的这个进攻节奏，然后上下2路齐飞2路齐带啊，然后打了对方只能疲于防守，无法进攻啊，靠这种带球来把局势拖到后期啊，给自己攒出非常好的装备，然后再到中后期去赢下比赛啊，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任何一个DOTA玩家都必须会的。后面有个屠夫有点小危险，你这么搞，但是他有这个盾，其实也不是特别怕屠夫了，就屠夫勾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盾开就行了。屠夫不回头就不开盾了，屠夫回头开盾就行了。这个盾不要着急开，因为屠夫，他有个转身，屠夫转身速度没有那么快，是吧？然后你 A 他2刀，一个转身，你再开盾，不转的话你就一直 A 死他。迪法师打一些灵活性的英雄，其实那个推荐出晕锤，打一些，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对面有什么
蚂蚁啊，举例子啊，水人啊，帕克啊，你是出晕锤会比较好，晕锤打大晕锤。然后对面比较笨重的话，就出冰眼啊，可以追着对方一直粘。嘲讽大招啊，就打一些比较笨重的英雄，就出冰眼粘着一直打，然后还可以增加自己的属性。因为迪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力量成长有点低啊，1.6的力量成长啊，全刀塔数1数2的低了吧？还是最低的？我没记错的话是最低吧？就最低力量成长，然后是吧？就是好像比冰女、比隐刺、比小人都低吧？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它需要一些属性啊。这你看这个版本它的这个幻影斧是吧？加10力量啊，这个 A 杖是加10力量加175生命值，这两个堆起来，然后的血量1800啊，这个是有点低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它要么是出大晕锤，要么是出冰眼再来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力量值啊，就是血量值，让自己的不要那么脆啊。不然的话，经常迪法师打到后期了，有一些爆发高的英雄就是物理爆发高的英雄在对方手里面很容易暴毙的。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血量，不要纯出装。好，这一局他刚才也是想了一下，就在冰眼跟那个晕锤之间2选1嘛，咱们刚才说了，对吧？对方如果是机动性高、特别高的英雄很多，你就晕锤转大晕锤；比较笨重，你就转大冰眼啊。哎，这边被咬了，但是要盾，给泰克队友点一个窝优盾。好，直接是跳过来想拉扯一波，但是还是死了。不慌不慌。好，先过来打这个土猫。好，2刀砍死土猫。刚才屠夫没有死，有点小可惜啊。因为对这局对面的发条、屠夫、伐木机，其实咋说呢？就是没有那么的灵活，是吧？没有那么的迫切需要那个大银锤，除了水人啊。但是迪法师有了 A 杖之后，这个闪烁的时间很短，5秒钟，还是可以追着敌人一直打的啊。他刚才想放大招是做一个打断嘛，因为大招就算你不加那个天赋，也有个0.3秒的就是基础眩晕时间啊，你可以靠这个0.3秒打断对方的 TP 或者是一些持续施法。听见了开 BKB 的声音，往上瞄一眼，发条勾了进来，看他切谁先。好，屠夫一刀切死，过来切土猫。啊，你看跳的一刀切土猫，土猫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子的蓝，再过来，哇，一刀把这半管蓝砍空了。大家看见没？就是第一刀跳过来砍半管，第二刀跳过来砍空了，这就是他这个 A 杖的魅力了啊！好，跳过来一刀砍空了这个伐木机，一个大招。炸晕了伐木机加水人，因为你刚才看他加了一个这个眩晕天赋啊，很明显的，2个人瞬间同时晕了1秒。哎，这边屠夫勾过来，但是迪法师他是有盾的，屠夫没有办法咬。好，再配合这个小毒球跟这个天然技能啊，被动技能，他打的屠夫根本动不了。好，这波又是一波双杀啊！这个时候迪法师基本上就已经成长起来了，就身上已经没有小垃圾道具啊！你看他这个装备该有的都有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力量一提升起来，肉度一提升起来，可以追着敌人一直砍啊！这个非常厉害。虽然说迪法师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力量成长低啊，但是他在这个基础高攻速的情况之下，他后期的攻速收益很高，越砍越快啊！就是它的攻一间隔比较低嘛，然后它这个攻速的收益就非常的高。所以说迪法师像打不光打美杜莎，像打蓝猫，哎，是吧？打黑鸟啊，类似的这种英雄多的时候，你就可以选迪法师来，去进攻他们。迪法师在对方如果控制力不是特别的强，尤其是那种面积控制特别少的情况下，还是很厉害的。
他最重要的是要度过前期比较困难的，就是那个没有狂战斧的那段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在没有狂战斧之前，老老实实刷钱；有了狂战斧之后，一切都好了。哎，这边一个勾哇，但是牛头一个跳大3连，直接是把纯米，这个水人一看就是纯米的，对不对？水人他就是要暴毙，哎，对，水人这个英雄他就是要暴毙啊。好，然后屠夫刚想咬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蓝了，因为他吊蓝砍太快了，哇，一刀就是把发条蓝砍空。啊，这波跳上来直接一波双杀啊！那个传民水人被牛头3连地方是醒了，砍一刀直接打死了，笑死了。哦，这波打完一波0换4啊，直接推平基地了。能看出来，现在新版的这个迪瓦师，在这个新的 A 杖的这个加持之下啊，以及这个法力渴望加攻击力和这个绝人之路一直在减速粘人砍，那整体的作战实力已经比过去强了很多很多了。啊，再加上这个版本它要天克美杜莎。啊，可以说是大家必会的一个英雄啊，得练哎是吧？得会。所以说，今天咱们通过这期视频讲解了一下迪瓦师的用法，希望大家看完能学会了啊。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蔡小强，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